C-130发射 JASSM 五库机复兴了。11月9号，美国空军在挪威安迪太空防御靶场进行了 C-130发射 JASSM 的测试，使用托盘武器系统发射导弹，也就是快速龙项目，把传统意义上的运输机当轰炸机用，而且运输机能携带的导弹数量更多，轰炸能力更强，增加美国空军战士的轰炸力量。从整体的模式与发射情况来看，最新的快速龙项目在概念上跟美国上个世纪提出的五库机一模一样，都是通过降落伞投放导弹。那么最近的快速龙项目与最初的五库机有什么不同？对美国空军力量又有什么影响？快速龙项目就是美国原本的五库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上个世纪测试失败后，美国就放弃了五库机项目，直到2016年才重新启动，到2019年改名为快速龙。当然，快速龙项目是后发，属于是 Plus， 效果更好。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苏联这个喜欢大火力的家伙提出了五库舰的概念，对应建造的就是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上面摆满大炮导弹，就突出一个字儿猛。当时美苏是死对头，苏联有的美国也要有，也提出了自己的五库舰计划，并且把这个概念搬到了空中平台上，也就是五库机。飞机上面装满导弹，变成空中武器库。最初的时候，美国打算魔改 B1， 其60吨的载弹量可以装载100多枚 AIM-54， 后来又盯上了波音747。毕竟运输机足够大，运载能力也够，外部加装导弹挂架或者采用机舱推出后发射，就能够作为导弹平台。于是美国把波音747内部的非必要设施拆除，然后加装9个旋转导弹发射架，每个发射架可以挂载8枚 AGM-86， 并在机尾加装导弹发射舱门，也就是说它可以携带72枚巡航导弹，相当于4架 B-52H 的火力。甚至还计划把波音747变成空中母舰，携带10架微型战斗机，还进行过用 C-5 运输机空射民兵的实验。其他国家也一样，拿运输机当轰炸机用，只要是大型运输机，多多少少都具备发射各类空基弹药的能力。不过因为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项目都流产了，美国也就暂停了五库机的研制。到了2016年，美国发现自家的轰炸机不够用了，于是就重启了五库机项目，要在 B-52 和 C-130 运输机之间选择一款飞机作为五库机的空中平台。说实话，单从性能来看， B-52 更适合被改装为五库机，毕竟它本来就是携带大量弹药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战略轰炸机。不过 B-52 比较忙，还要承担战略核威慑任务，没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完成常规火力投送的任务。于是 C-130 这种规模比较大，平常也不是很忙的运输机平台就被当成了五库机使用，并且 C-130 也是扔导弹的老手了。运输机的承载能力一般都会比轰炸机大，可以更加适合发射更大尺寸或更多数量的空基弹药，比如 MOAB 这样的巨型炸弹。美国空军当前的 B-52H、B-1B 和 B-2A 因为弹舱尺寸不够，没办法携带，只能通过 C-130 系列运输机进行空投。像什么 BLU-82、MOAB 以及 JDAM 都被 C-130 扔过。比如 BLU-82 尺寸太大，前线作战飞机很难携带，所以轰炸任务就交给了 C-130。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就用 C-130 空投 BLU-82 清除伊拉克的地雷场。空袭阿富汗的时候，也是 C-130 带上 MOAB 炸弹干的，并且美国改装 C-130 也有经验。AC-130 空中炮舰机就是 C-130 魔改的。不过在研制的时候，美国要求尽可能少的对运输机进行改装。C-130 能在运输机与五库机之间切换，这就要说到托盘武器系统了。也就是将武器发射系统装在航空托盘上，而这个航空托盘其实就是一个装货工具。美军用运输机运输物资的时候经常用，这种方式是对运输机改装最少、适应性最高的一种。这个托盘武器系统并不是很复杂，
就是把导弹装在部署箱里面，再把箱子装进运输机的货舱里，然后运输机起飞，抵达指定空域后，机组人员再把机载通信系统接收的目标数据传输给托盘化武器系统导弹，随后把武器系统丢出去。在降落的时候，托盘化武器系统就会打开降落伞进行减速和稳定，最后就是导弹按照原定的数据设定航线。当然，改变导弹打击目标的操作也能办到，可以通过 F-35重新对导弹发布指令。美国这次实验部署箱的是2×2的，在洛马公司的概念设计图里也有3×3的布置方式，可以根据任务需求进行组合。而且用托盘捆绑普通航弹或者制导炸弹，然后用运输机进行远程空投，在美国空军里其实挺常见的。火力军上面说的空射民兵试验，它的发射方式跟快速龙系统的发射方式很相似，都是将发射系统托盘先空投出机舱，然后减速伞开伞，系统保持垂直状态并且稳定，然后单体与托架分离后点火发射。不同的是，空射民兵采用的是专用大型导弹托架，并且导弹向上发射，而快速龙系统使用的是航空托盘以及专用部署箱，并且导弹是向下发射。有了设计方案，从2021年9月开始，美国空军就开始用 C-17和 C-130对托盘武器系统进行空投测试。经过改装后， C-17能携带5个3×3的部署箱， C-130能携带4个2×2的，也就意味着一架 C-17就能携带45枚巡航导弹，而 C-130能携带16枚，这个数量跟轰炸机差不多。经过升级后的 B-1B 最多也只能挂载36枚 JASSM。可以预见的是，把运输机改装成武库机，确实可以提升美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一般来讲，运输机不是作战飞机，如果接近敌战区，会有被敌方防空系统击落的风险，而且运输机的速度比较慢，被敌方的战机发现之后跑都跑不了。C-130的巡航速度620公里每小时，而俄罗斯苏35最高时速2600公里。C-130进入战区之后不容易出来，所以武库机丢炸弹的时候要保证制空权。当然，火力军认为这点不是什么大问题。F-35、F-22上阵之后，看谁都是弟弟。但是在进行高强度战争时，谁也没有把握完全掌握制空权，特别是整个战区的制空权。毕竟防空系统也不是吃干饭的，这就导致之前武库机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国之前用运输机丢炸弹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降维打击，算是上大国对抗。但是武库机 Plus 不会，它是防区外打击，完全不用担心敌方的防空系统跟战机。就比如俄罗斯的 S-500防空导弹系统，其配备的 40N6M 型拦截弹射程600公里，而传统的远程对空导弹射程也就100多公里。但是 JASSM 的射程900公里以上，加强版 JASSM-1R 射程上千公里，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防空导弹的拦截范围。C-130可以在距离目标900公里以外就空投发射导弹，想拦截这种武库机难度非常高。起飞战斗机拦截 F-35或者 F-22就会表示你来吧，随便打的好吧。这种任务不需要隐身，不需要航程，也不需要机动，为什么要用宝贵的轰炸机、战斗机和攻击机来干这种任务？再者，运输机与轰炸机相比，有着空间大、载重大的优点，航程和飞行性能可能略差。比如 B-52和 C-17飞的尺寸差不多，但是 JASSM-1R 只能带20枚，而 C-17直接翻倍，效果更好。而且 B-52的年龄挺大的，维修费相当高。虽说美国的隐身轰炸机 B-21即将亮相，但真正投入使用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美国的主力轰炸机都已经服役多年，如果参与激烈的正面冲突，很难以承担作战强度。如果运输机能够承担轰炸机的任务，就能够减少轰炸机的压力，并且美国的打击能力也会大幅度提升。托盘系统可以携带多款导弹，载弹量也更高，消费比也高。相比较轰炸机、运输机与民航飞机的维护成本更低，省军费，而且快速龙项目的发展前景也挺好。
未来的托盘化武器系统还可以兼容 JASSM-1R、JDAM-1R 以及 LRASM 反舰导弹。目前，美国还正在为波兰空军的 C-130进行快速龙系统的相关测试。用不了多久，美国队友的运输机都将具备变身轰炸机的能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C-130能变身空中航母。这个完全可以改变空中的战斗形态。对于未来的战争，各国都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无人化一定是未来战争的方向，特别是空战。在通信能力的支持下，制造成本低、生产周期短的中小型无人机一定是战场的主角。比如，无人机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信息化网络，只打掉一个单位根本没用，而且凭借着自身信号特征小、投放数量多的特点，无人机还可以干扰敌方防空系统的侦察，占用敌方的火力资源，实现对敌方目标的有效压制以及摧毁。甚至说，在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协同作战这点 ，C-130的托盘化武器系统也有用。在美国的计划里，6代机 NDAD 的周边有一堆无人机，这就可以用 C-130释放，也就是火力军之前说的 F-35最强 DLC 拓展包，利用托盘化武器系统能释放更多的无人机，而且指令也更好下达。这就有一个问题，回收。空中力量的优势主要就是速度快、范围大、无视地形，所以想要在大国之间的高烈度战争时发挥无人机的威力，中小型无人机群的部署和回收就必须摆脱对地面设备的依赖，而 C-130就能做到一点，部署也就是携带。这点没啥问题，依靠空中母舰，无人机可以实现远超自身航程极限的快速运输，直接抵达战场一线附近，顺带还搞定了不同机种性能与作战范围不同的问题。至于回收，美国已经测试了，美国空军已经用 C-130运输机进行了多次空中回收 X-61A 小精灵无人机的试验，拉开空中航母时代的序幕。估计使用运输机发射无人机蜂群的技术很快就能见到。不过快速龙项目还有一个问题，它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低烈度作战需要。美军的快速龙项目跟其他国家空军之前的做法差不多，当现役作战飞机不能完全满足高强度战争需求的时候，就把运输机作为投射防区外武器的平台，填补作战飞机不足的缺口。不过射程极远的巡航导弹比较贵，而且数量有限，美国再怎么有钱也没办法像普通炸弹那样大批量使用，无法满足大规模高强度战争的要求，更多的应该还是丢那些性价比高的精确制导炸弹。而且使用过的运输机会影响美军的战时的投送能力，在大规模作战时可能会降低整体的作战能力，这点需要注意。总的来说，快速龙项目是利用现役运输机加上托盘武器系统发射导弹。如果这个计划可以完整实施，都不需要额外培训或装备改造，能够快速投入实战，而且防区外投掷长程武器也不用局限于军用运输机，民机也应具备这种能力。737改成 P8 就成了很溜的巡逻机，兼职反潜反舰。要拿更大的777呢？对有大型客机生产能力的美国和欧洲而言，运输机改装成武库机，百利而无一害。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的武库机 Plus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